有个时候，佛陀住在焦萨罗国的孙陀利迦河边。那个时候，有个婆罗门在孙陀利迦河边供养火神。他举行完祭祀火神的仪式后，就站起来四处观望。他心里想，给谁吃这些供养火神后的祭品呢？婆罗门看见佛陀坐在一棵大树下，当时佛陀用毛巾包裹着头，婆罗门就左手拿着祭祀火神后的贡品，右手拿着长口的水瓶，走到佛陀的身旁。佛陀听到有人走近的脚步声，就将包裹在头上的毛巾摘去。这时，婆罗门惊讶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他心里想，这个人既然是个秃头。于是他正准备转身离开，他此时又想，有些婆罗门教的长老大师也是剃光了头发的，我还是问问他到底是不是出生于婆罗门阶层吧，我还是问问他是不是婆罗门教徒吧。这个婆罗门想完后，就恭敬地对佛陀说：尊师，您出生于哪个阶层呢？您是婆罗门教徒吗？不要问我出生于哪个阶层，不要问我是不是婆罗门教徒，你只需要问我的行为就可以了。廉价不值钱的柴木可以生出火来，出生卑微的人也可能会有万马奔腾的大智慧。他们对自己犯下的错误、缺点感到不安，他们对自己做下的恶事有敬畏心、羞耻心，他们断恶修善，改正自己的缺点、错误，忏悔自己过去做下的恶事，不会再去做同样的恶事，不会再去犯同样的错误。这些人就是世间尊贵的人。世间人的尊贵与否，不是看他们出生的阶层，不是看他们出生在富贵之家还是贫贱之家，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是不是身体行为做善事，口说善言，内心升起善念。如果他们的行为、言语、念想都做善行，那么就是世间尊贵的人，他们就是善于管束自己行为的人。他们不让自己的行为放逸去做恶行，因为他们知道做恶事会给他们造下罪业，让他们下堕到恶道，只有做善事才能让他们安住在善道。他们用身体行为做善事，口说善言，内心升起善念来调教驾驭自己的行为，受持戒律，让内心清净安定，由此开启智慧。他们持之以恒的精进修行，毫不懈怠，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从生死轮回中永远的解脱出来，才能远离烦恼和痛苦的侵害和折磨。他们是迈向圣者解脱大道的人。对于那些管束好自己的行为、言语、念想，不做恶事，广行善事，断恶修善的人，对于那些已经证悟解脱果位的圣者，对于那些已经修行圆满的人，就应该恭敬虔诚地供养他们。这时，佛陀说偈言：勿以问出生，唯问其行为。微木亦生火，虽然生为悲。智慧有俊敏，止恶有惭愧。是为圣者生，依真所调顺，以具悉调顺，到达于圣道，成就梵行人，使人直供养。尊师，我在这里祭祀火神，我经常的布施供养，我是善于修行施舍和布施的人。我今天见到您这位有大智慧的圣者，是我的福气。您的教导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，请您接受我恭敬虔诚的供养吧。这时，婆罗门说偈言：于我此供悉，善为于供养。今见如师者，悉未见所教。我前供于师，敬请受此食。婆罗门，如来对你说法，是为了让你开启智慧，让你明白正确的修行方法，不是为了获得饮食供养。既然已经对你说法，就不应该再接受你的供养。过去的诸佛如来也是这样的，外出化缘饭食，为众生说法后，就不会再接受众生的供养。诸佛如来随顺因缘，众生见到如来没有直接供养，说明因缘不具足。如来为他们说法，是为了让他们开启智慧，让他们断恶修善，除灭他们内心的烦恼和痛苦，不是为了获得供养。婆罗门，你可以将这些饮食供养给其他受持戒律的出家人、修行人。你不正确的见解已经被如来除去，你已经明白一个人尊贵与否是要看他的行为的，而不是看他出生的环境。你错误的见解已经被平息，已经被纠正。身体行为做善事，口说善言，内心升起善念，断恶修善，受持戒律，让内心清净安定，由此开启了智慧的出家人和修行人，就是值得供养的人，他们是世间人的福田。供养这些人，就可以为自己种植下很多福德和功德。
这时佛陀说偈言：我唱此偈者，非为得实者。婆罗门于此，知见者非法。诸佛之唱偈，以斥其代价。如来顺因缘，说法不为利。婆罗门供养，广施正行人。衣食奉饮食，是为功德田。尊师，感谢您今天慈悲的开示。婆罗门，你祭祀供养火神，就是想通过祭祀火神的仪式，来让自己的念想全部都关注在祭祀的事情上去，这样你自己的念想就不会胡思乱想，关注祭祀火神的仪式，内心没有其他的杂念，由此让内心清净无染。然而，婆罗门，圣者认为一切通过外面的事物事情来让内心清净的办法，都只是暂时让内心清净的方法，无法永远的让内心清净。比如你举行的祭祀仪式一旦结束，过不了多久，你的内心又会被各种念想所污染。这些借用外面的事物事情来让内心清净的方法是不长久的，圣者不认为这样的方法是切实有效的，是能让内心持久清净的修行方法。婆罗门，你要离开这些祭祀火神燃烧起来的外部火焰，要在你自己的心中燃起修行的火焰。你要注意你在心中念想中燃起的火焰，观想它们，关注它们，不要让你自己的念想再去想其他的事情，不让你自己再胡思乱想，让你的心关注内心升起的火焰，让你的心由于关注内心的火焰而安定平静下来。婆罗门，这就是阿罗汉圣者的修行方法。婆罗门，你要明白内心的骄傲自大、傲慢无礼就是自己的负担，内心的愤怒就是燃烧时放出的浓烟，说假话就是燃烧后产生出来的灰烬，舌头就是祭祀时舀贡品用的勺子，心就是祭祀燃烧用的火炉。身体行为做善事，口说善言，内心升起善念，断恶修善，受持戒律，管束好自己的行为，就是善于控制祭祀火势的人。婆罗门，如来的正法以戒律来管束世间人的行为、言语、念想，不去做恶行，断恶修善，以此让世间人内心清净安定，开启智慧，就如同广大无边的湖泊，在里面沐浴的人能够洗去身上的污垢，而如来的正法可以用戒律洗去世间人行为、言语、念想中恶行的污垢，洗去他们行为、言语、念想恶行的污秽后，就能让他们的行为、言语、念想安住在善行的清净中，他们行为、言语、念想清净的善行就会得到世间人的称颂和赞美。世间有智慧的圣者都会来这个湖泊沐浴，世间人他们除去行为、言语、念想的污垢后，就能清净无染的来到解脱的彼岸。世间真正的修行和正法就是管束、约束自己的行为、言语、念想，不去做恶行，而要去做善行，断恶修善。然而婆罗门，身体行为做善行，口说善言，内心升起善念，断恶修善后，不可挂念和执着这些修行的方法和行为。过去的恶行不可挂念和执着，现在除灭恶行，修行善法的行为也不可挂念和执着，由此在断恶修善的同时，不挂念和执着行为、言语、念想中污垢的恶行，不挂念和执着行为、言语、念想中清净的善行，不挂念和执着污垢的罪业、清净的功德，离开善恶、清净污垢两边的挂念和执着，就能最后证悟解脱的果位，就能达到最高的解脱境界。世间清净正直的人就会皈依刚才如来说的正法，并按这个正法去修行。当遇见讲说这些正法的人，就应该尊敬他们，就应该按他们说的这些正法去修行。如来说，这些按正法实践修行的人，就是世间真正依法修行的人，就是真正可以最终证悟解脱果位的人，就是真正能够达到最高解脱境界的人。这时佛陀说偈言：婆罗门是火，勿思得清净。至云此外事，依外求清净。一是不得净，婆罗门我指。是火而内燃，依常火常净。圣者阿罗汉，常行于梵行。婆罗门辱慢，是名为重担。愤烟妄语灰，舌即是木浊。心共熄火处，善以自调顺。使为世人火，婆罗门有戒。度金法之湖，澄清无染污。常为善人赞，圣者来此遇。体清度彼岸，真实与正法。自知是梵行，婆罗门依此。中道得最胜，
执心者归命。我为此等人为随法行者。佛陀说法后，婆罗门感动地跪倒在地上，他对佛陀说：大德，尊师，您的教导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，您的教导让我如同醍醐灌顶，您的教导让我在黑暗中看见了光明，请您让我皈依您，请您让我做您的出家修行弟子，我愿意受持您制定的戒律，我愿意按您的正法去修行。佛陀接受了婆罗门的皈依，不久后，这位婆罗门就证悟了阿罗汉的解脱果位。